本节目由美团买药独家冠名播出，看病买药用美团，姐姐当家不怕难。今年过年的时候回老家，我小侄子就在旁边说：“哎妈呀，终于活成家族话事人了。”家族话事人，这是林英杰经常来买花的花店。今天要点什么？肯定得玫瑰啊，今年是买什么的好礼物了？20周年，希望你喜欢。我送我到现在还没礼物呢。我敬爸爸妈妈喝一杯，谢谢你们这次从宣威过来帮助我们，杯中酒，酒中情，杯杯都是真感情。哇，真会啊！4份就是可能说就是有点恶性的这个倾向了。我也害怕。癌症的发展是很难预防。我最担忧的就是说这个结果，我当时都想好了，我爸要是坏的方向，我是倾家荡产，我都要救他。汤包的体检结果有点，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就是说受孕几率会比较低嘛。就有点委屈，但是我又想想不委屈，这是我的选择，我就想看看，也给他机会吧，就他能不能改变。谁给我找个棒子，我先嗨他一棒子。本节目由美团买药独家冠名播出，看病买药用美团，姐姐当家不怕难。好内容学习机认准学而思，本节目由学而思学习机赞助播出。TCL SQD Mini LED 电视，好画质不将就。锁定 MBUNI， 懂你的 AI 搭子，贴心陪伴每一刻。本节目由 MBUNI 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奔驰设计，中国制造的新奢个性新能源汽车品牌 Smart 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嘉宝莉艺术涂料赞助播出。每周6 12点会员抢先看姐姐们的当家生活，上微博搜索姐姐当家，解锁更多当家姐姐们的高光时刻。欢迎大家来到由美团买药冠名播出的爱奇艺自制综艺《姐姐当家2》，欢迎各位，欢迎倪萍老师，欢迎全玲，还有子君老师。上一期我们是4位姐姐嘛，那今天陪我们一起观察的呢是老公团，就是他们的先生来到我们的演播间了，对，盼着。这一次呢，老公团旁边还空了一个位子，是我们房主任的观察员。那原本呢，我们是希望邀请房主任到现场来观察的，但是因为他身体原因呢，今天没有办法来到现场。不过没关系，他的故事呢非常非常的精彩，我们大家期待一下，好不好？首先来问候一下3位姐夫团的成员，欢迎邹市明，然后是我的辛迪，汤包，欢迎。那首先来问一下世明哥吧，世明哥，就是上一次莹莹回去后有没有分享现场录节目的这些状况情况？有，怎么说的呢？他说有你好看呢，有你。所以你是打着要好看的心态来的这一期抱着一个来学习，我也想重新审视一下自己。我觉得不管在奥运赛场上还是职业赛场上，他一直陪着我。但是现在我也慢慢的回归于家庭，然后我也想重新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姿态来维护我这个家庭里面的一些和平，都用到了和平。哎呀，没法拥抱握握手，我特别感动。你这样说，真的，我替冉冉感到高兴。谢谢老师，谢谢老师。那我其实就想问一下，世明哥，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是一种重生。重生，对，我觉得是人生重新第2个阶段起步的话，我觉得
我要再一次阳光起来，我要更好的去面对我的每一天。重生，加油，好不好？好了，问一下汤包吧，因为你们是在备孕，对的，现在有压力吗？压力这个事情肯定是有一点嘛。就我其实真的挺好奇，就是备孕这件事情，就是在澳大利亚的文化里面是可以拿到桌面上就这么聊的吗？确实我没这么听说过别人，可能是因为之前我没在这个备孕的状态的时候，我懂了，就我没这么关注这个。但是你在备孕的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想法还有看法，所以确实它是那种你进入的时候就不知道这个水有多深，就是。那你多跟世民哥学学，对对对3个宝贝。对。好了，欢迎汤包。好，接下来是辛迪哈。来到节目怎么样？感觉看到倪萍姐姐，看到全玲姐姐，还有看到这么多朋友，紧张吗？紧张。他不是因为看见我们紧张，你参加这样的节目少哈，你要上赛场，我们反而紧张，你不紧张，是这样吗？对，然后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节目，然后这个节目的属性也挺逗。逗在哪儿？自己录下来，然后让自己审判。我们不叫审判，我们叫观察。我其实也是来学习的，我也希望能让自己更了解自己，然后看到可以跟母亲沟通和交流之后还能进步的地方。好真诚啊！对，三位姐夫哈，刚才说到说你们在这儿这么多人审判，其实一点都没有。我们这些人哈，导演他们都安排的，有心理学的，有杠精，有什么都有。大家想一起出主意嘛？因为眼看着你们3个家庭都特别好，都特别具有很幸福的前景啊，所以你们放松。特别坦诚，然后大家一起交流，有可能就达到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我们的拳王一直在这儿，没有，一直在这儿。谢谢倪萍姐姐，哎呀，谢谢，给大家宽心了，就是让大家放松来接受大家的审判哈。没有，就是自己观察，还是紧张，还是紧张。谁看自己都紧张。好了，第一段让大家放松一下，因为第一段是我们新到的姐姐，是房主任。女生们也算是作为她的家里人多发表点意见，因为她的今天观察员的位子呢是空着的，我觉得大家给补上大家的观点，好不好？小杜，当了一家之主后，你最看重什么？准时啊！作为一个连备孕都要掐表推进的人，我的世界没有迟到2个字。出差赶通告，从不迟到；跟练打卡，不迟到；去医院体检，不迟到；就连汤包每个月飞来找我，也从不迟到。偏偏2道杠，迟不来报道。那你打算接下来怎么办？我看你已经在吃营养品和药了。药可不能乱吃，备孕期间有拿不准的，就问美团的小团健康管家，安全用药，少走弯路。哟，谁呀？我的救兵。折腾一圈才发现，就算好运气，总不准点，美团买药也准会到。美团买药急用药，24小时1对1急送，原研药自营大药房更省钱。来看新来报道的姐姐房主任，请看。脱口秀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改变了人生，一下子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层面，就是整个一个转折点。直到前年我才知道我的生日是4月8号，因为2023年的4月8号我签约成为了一名脱口秀演员。2024年的4月8号，我带着2女儿净身出户拿到了离婚证书。2025年的4月8号，什么都没发生。我过了一个平静而又幸福的一天。谢谢大家，我是房主任。今年过年的时候回老家，我小侄子就在旁边说：“哎妈呀，终于活成家族话事人了。”家族话事人。今年是房主任第一次就家庭聚餐和第一次上桌吃饭。不是上桌吃饭，是上主位。
你是哪里人？我是山东临沂人。多少钱呢？哎，您现在生活在哪里呢？沈阳。怎么生活在沈阳呢？我不是离婚了吗？离婚了，肯定婆家也待不下去了，娘家你也回不去，你回娘家干啥？哥哥嫂子那关系还不如在前夫那个村子里呢，成复杂了。你啥意思啊？天，我没太懂。如果你一个离婚的女的带着2个孩子回到一个有哥哥嫂子的娘家，又没有爸爸妈妈了，你回去你回去干啥？你别说你没钱，你离婚没钱，一穷二白回去，你就是有钱，你回去你都太事儿了你回不去。你多大结婚的？20岁结婚吧。20岁，你看现在20岁的孩子多小一小孩。对。因为之前我也没什么主见嘛，我们家里都是我2个哥哥当家拿主意，已经习惯了，就是什么都听家里的。后来就突然一下自己就成家了。这酸呢是吧？甜酸的。就是一夜之间，你也不知道婚姻对你意味着就是责任，啥也不懂就怀孕了，然后啥也不懂你就成为一个妈妈了，就要作为一个家庭过日子了。多少钱？93。这么多呀？这个啥呀？1块93。那么多呀？这是40.3毛。比吃肉贵多了。微信收看93元。满市场最大含水虾，看个头，满市场找着第2家人大的。好，那我找找去吧。听他吹，你咋这么烦呢？你们现在联系的多吗？联系，他联系我。不是去年都骂我吗？我也写到段子里了。我没破防，我前夫给骂破防了。说为什么要骂你呀？说你败坏的是我啊！我也承认了，我干了。我不干，跟他们有啥？他们骂啥呀？哦，给买的花儿，对，樱桃花。下来帮我提东西了。现在和儿女们住在一起吗？就娘仨。我累死了。小孩多大？老大今年30了。哦，这么大了，成家了吗？没有。没有。不能聊太多，聊太多会涉及到我的段子，都给他们写段子。这是我线下要挣钱的段子。心态蛮好。你看我干嘛？最后一次买那个给人15块钱，给人15。10块钱？5块钱，买5块钱的那个。可以给他留言，让他给你退回来。可以留言吗？看人家有没有良心了。你这个做吧，赶紧做。我得把它截图，我得下次得去找他。那个小家看起来很和善吗？不和善。那他肯定贪了。不和善，他也不至于吧？也就10块钱。和儿女们住在一起还挺好的。好啥呀？不好吗？干点体力活都快愁死了。每到干体力活的时候，哎呀，我们家换阳台、换那个窗户，每次要干这些高薪的活的时候，我就会发牢骚。我说啊，你们但凡有一个找到对象的，我能让我来干这活吗？我说娘仨但凡有一个能找到一个男的，我这也不能至于干这活呀。你喜欢这里吗？沈阳是个新家，新的人生。对。哎，你好。哎，你好。你说。就是我的户口在谁嘛？因为我24年离婚了，我的土地和户口还在这个村子里。我现在想回去把户口办一个独立的户口，我想我怎么把我的土地要到我手里呀？你那个要土地跟办户口没有关系吧？但现在的土地也在我前夫手里，我怎么能拿到我自己手里呢？你那个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把户分开，就闭环了呗。先分户，我就要在村里有宅基地，没有宅基地我拿不到分户，我拿不到分户就延续不了我的土地承包，那闭环了呗，就卡在这儿了呗。这咋整？你说这咋整？你离婚后没有把户口迁出来吗？没有，我离婚之后我就咨询过嘛，说分不了户，因为我没有
宅基地，没有房产证，在那个村子里就单独立不了户，我就割了。然后后来我又去问了一次，也依然没有下文。造成一些什么困扰？还挺多困扰的。我大女儿那次报考一个那个证件嘛，需要证明你在沈阳是长期居住的。我在沈阳的房子不是我的名字嘛，需要证明你跟这个房主他是什么关系，是母女关系。有好多地方他都还是卡户口嘛，因为还会牵扯到我的居民医保，还有我的养老保险。我往哪弄我也弄不走，我只能待在这个村子里。这个事吧，你上村委把你这个情况吧说一下。收拾行李走去。离婚协议不知放哪去了？离婚协议呢？我当时在23年底的时候，我还没离婚，我的离婚协议找不到了。当时我就跟我前夫说了，我说万一我在沈阳要是站住脚了，我说我2个女儿一旦都给我走了，你可能这辈子见女儿一面你都难。他不相信我能做到，他当时嗤之以鼻，我就不相信你能做到。但是我做到了以后，现在反而他是对我有一点服气的那种啊，这个女人做到了。哎，可找就在抽屉里，我找疯了都快要。2024年4月8号，我们娘家就要一个独立的户口本，户主就写着房少丽。哎，带你去回台城看你姥爷吧，你去吧，带着你。不要折腾。你爸说想你。我也不想。你不想他？你去，你乐意去你去。我凭什么去啊？我跟我没关系，他跟我没有任何关系。这啥意思？我写的问号。学会了，我也要对他们这样，啊？那个孙子，你还有再回去吗？啊，不能提，就是回到那个不能提，不能想象那个环境。一提这个环境，我就有点，就是不想再回到那个环境里了，很压抑的那个环境，就是那种熟悉，你也说不出来，只是难过吗？或者怎么样，百般滋味。先去哪儿？你先去你爸家拿户口本，把户口本拿来，我们去派出所分个户。闺女，你回爸家，你有心理准备吗？不过年是不是回去了一趟吗？回去你感觉怎么样？家里灰多不多？感觉我们走之前啥样，去的时候就什么样。对，起码他没有乱摆东西。前夫现在在干嘛？他还靠卖水果吧，好像是。我邻居告诉我的。我邻居那天跟我说大嫂子你走了，说我大哥天天卖水果，说我看着我大哥说一个人挺孤单，怎么样。我说你们说话都好有意思。我没嫁给他之前，我说他是你们这个村里有名的赌棍败家子，怎么就跟我在一起就能养我们娘仨呢？就那么养你家好，这不很神奇吗？那天我邻居被我说的哑口无言。怎么哭了？
我当时所有反抗，我所有的底气，其实就是我不能把我女儿再拖入这种深渊里。我们做父母的不能像别的父母给孩子有什么托举啊，我们给不了孩子任何东西，但是你起码你得保证孩子能健康成长，孩子能吃得饱，孩子能接受到教育，这是我最低要求的。停在这儿就可以，别堵路就可以。你跟我一起下去吗？啊？你要不舒服你就别下去了。你去吗？你去吗？实在是不想回了。就是去年那么大的流量出来以后，他们家里的人，不是好多人会站出来说我说了假话怎么样了吗？他其实也是非常生气的。他弟弟当时也暴跳如雷嘛，就说啊，你哪次给我爸打架，我爸不也没占到便宜吗？怎么地？他后来也去找他弟弟了，没占到便宜，你们也打他了。不忘我没保护他，你们也打他了，你们都上手了，你们为什么都忘了呢？就是因为时间久了，打人的人都忘了，但是被打的人这心里这道坎还没过去啊。我唯一能原谅他的一个点就是，他没有否认。我觉得过30年。再见我觉得还唯一能安慰到我东西，就是他没有否认这一切。你从小一直住在这里吗？对，我从小就在那住。就08年那会儿，家里翻盖了一下房子吧，但是从那之后，家庭状况就走了下坡路了。这里，但是我的东西已经搬空了，差不多。我爸那个生意不景气嘛，然后我妈只能去砖厂搬砖。就是一些苦活杂活，他也干过。那个时候年轻，20来岁，我妈21岁就生了我，很年轻。这是原来他们结婚的时候住的是吧？对，但后来就是我妹妹住在那里。哦，你妹妹住这里？对，然后我妈就会睡在那个沙发上。睡这里？对。那你爸爸住哪里呢？哦，住这个。他是后来很久之后才搬到这块儿的，他不在家里头。他就是以前有记者也想来采访他嘛，他就是那意思不愿出镜，他就提前告诉我把钥匙放在那个花盆底下。在我小时候，他们基本上就是天天吵架，只要他俩一见面，我那个爸爸就过来嘟嘟嘟嘟嘟说一大堆废话，没有一句是有用的，就我都不想听。他嘟嘟完我妈来嘟嘟我，嘟嘟完我来嘟嘟我妹妹，我妹妹门一关，人不来听他的。他就是在家里横着走，在外边他是夹着尾巴做人。反正在我眼里，他是一个懦弱的父亲的角色。那我爸没在家。没在家，你找到了吗？找到了。找到了。在家会不会我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吗？家里还那样吗？一模一样，一点一样都没变。穿衣服都没换吗？这体质。30年跟一辈子一样。
你都没给我说成了。就是不想说太多。是的，我连车都没下，弄了些人家还围着看。我知道。我一回去，我那个心哈直哆嗦，眼泪哈止不住掉，脸也不像人样。我有我的呗，气的呗。你就不能别生气嘛，想开不行嘛，你得求我那种心态，你别想着去谁不在乎我，谁不在乎我，你强者心态，你都得靠我。我现在我就觉得你都得靠我，我强者心态，我不祈求你来，你在乎我，我也不求你来关注我，我比你们厉害，我强者。到什么时候咱别想那一步退路。是的，我知道。哎呀，难受。我要彻底的释怀。我老为这些事情再回到那个环境里，我再去想起来那些事情。新生活什么时候开始？我既然已经迈出来这一步了，我就不要再去回头了。我要勇敢的往前走，我要往前再迈一步。如果我办一个非亲属，分户，我能拿到独立户口本吗？只能拿我的单页啊。那户口本户主不还是我前夫吗？那我要有什么事还得证明我跟户主是什么关系吗？他说给我弄一个非亲属，还给他一个房本，户主还是他，给我一个单页非亲属。我说我啊，净身出户，付出那么大代价，我图啥了？我还给他一个户口本上。所有离婚的在这儿吗？都是这样的。我太难了。要不然直接分吧，咱直接就分吧，快点。我给你快到家里去，走回来，不浪费时间了，走。现在对于你这个现状的话，跟你说所有的方法，第一就是离婚的话可以投靠父母，然后其二的话就是如果有自己的房产可以迁到自己的房产上，然后其三就是对于你们之前的夫妻共同财产做了分割的话，可以把你的户口迁到你自己所拥有的房产上。最后就是说，如果你所有的房产都没有，那你在这个辖区实际生活居住，我们这有社区集体户，也可以把你迁到社区集体户上。我在村里也没有宅基地，因为当时离婚的时候。前夫不离，我就把房子什么都给他，我净身出户走的嘛，就这样才拿到的离婚证。然后呢，我现在就想拿一个独立的户口本，我确保我28年就是重新承包的时候，我可以拿到我的土地承包权。但确实就不符合我们的规定了。那我为什么不走呀？为什么我都离婚了，我为什么不走？我就是要争这口气，我就是要当那个户主，我就是要拿到他们村里的土地承包权呀。如果我没有独立的户口本，那我永远还是在那个婚姻里，我还是没从过去走出来。因为我上次是给你改了一个非亲属是吧？你就可以单独打一个你和户主页和非亲属页。我不想给他一个户口本，已经恶心我30年了，我不想再给他任何有关的。是不符合分户条件的。你要是和他协商的话，就是你们各自分多少，就是他在甲，你在乙，就这样的。甲户和乙户是吗？对，但是前提是这3间瓦房，你得分到其中的一部分。我分不到，因为当初他不离婚，如果不给他，我当初拿不到离婚证。我要是能分到，我当初就争取了。那这个确实，不符合法律规定。那怎么办？我现在就是你现在闭环了，你知道吗？现在就是我现在特别难，我娘家回不去，婆家落不下来户。娘家的话是可以回的，这个我不想回去，娘家的路是回不去的。我要但凡能回去，我不能拖30年再离婚。那我们要是去，你如果在我们辖区就是生活居住的话，也可以把你迁到社区集体户，但是它是集体户。不行，我就要在这个村，我就想拿到我的那个，因为我的居民医疗我在这个村里交。他们想把我赶走，我不会走的，我就要拿到他们村里的土地承包权。或者是你协商一下，提前把这个房产分配给孩子，因为你不是有一个孩子已经成年了吗？成年了可以走。现在2个孩子都已经成年了，他不会同意的。那你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现在说了，您现在这个情况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那这样吧，你把您的情况就是简单写一下。要写啥呀？
你什么时间离婚了，然后房产归男方，现在要申请分户，不想投靠父母，然后不想不是不想投靠，是我没有父母可投靠。啊，那行，那这一条不写，那就写不想迁到独立房产，也不想去社区集体户。我不想去。啊，那你就写上，你不想你都写上。我为什么要？我因为这30年的婚姻，我放弃了我原来那个，我都现在都回不去。我为什么还要去个集体户挂个空号呢？不是，你现在先写上，然后我好给上面领导汇报的时候，咱尽快签约，好吧？你写了以后，我立马就通过我们的内网传给领导，然后如果请示分局不同意，那我们再请示市局。喂，哎，你也是女人吗？大姐，我要不是女人，我还让你写这个呢，这违背法律规定的。我是让你帮我想想办法，能尽量的尽快的解决。我帮你想办法了，我说了，咱现在不要浪费时间。你有什么申请，你有什么情况，你先写。我按照法律规定给你解释完了，它是不行的。那你觉得但是我可以给你申请，领导，你这种情况，对不对？对不对？先写。我真的不想再回来了，我想往前走，我不想再回头看了，我也不想再有任何瓜葛。我觉得可能咱们在这儿得把事儿分清楚啊，就先把事儿解决掉，再说把心里的结解开。如果解结和做事儿混到一起，就会走进那个死胡同。就是如果从房主任的角度，从事儿的角度，他可能要有几个目标。第一个就28年的时候，原来在夫家的分到他名下的土地承包权依然归他，就我们2次承包的土地，那就是他想要就是他的。所以户口不能离开这个村儿。目标2呢，就是他要买自己的保险。你只要户口还在这个村儿，你就正常上保险，就这事儿是可以解决的。第3个就是你的户口本儿怎么跟你原来的那个老公分开，对吧？避免他还是户主，你有事儿还得找他。那房主人的状况叫没有独立居住地，又不想离开这个村儿，那能办的就叫做无房分户。其实派出所告诉他，就我给你办一个非亲属业，就等于分开了，这是事儿的层面。但对于房主人此刻来说，还有一个心结的层面，他可能需要另外一套解法。他想离开这30年的感受，但是又要拿到属于他的那一份土地。这个土地你们不要小看，就是财产可以放弃，但土地是一个心理上的根。我觉得彻底斩断对他来说是难的。但我觉得他并不是多么的想要那块地，或者说多么的想要成为这个程序上的户主。我就觉得就是说，房主任他为什么一定要从这个户口上剥离？因为刚才我注意到他说的是恶心，他用恶心这个词来形容，其实他就是想用这个动作跟前夫跟他以前的生活完成一个心理上的剥离。哎，我其实没有特别明白心理上的剥离为什么要户口本儿。因为他觉得你在户口本上是我的户主，但是这30年来你从来没有保护过我，你凭什么做我的户主？房主任一定是瞧不上他前夫的，因为他们不在一个认知水平线。这么多年来，这个男人没有站在他背后保护过他，就哪怕他不是夫妻，他也是不认可这个男人的。那如果你是我户主，我们还是一伙儿的，还是有牵连、牵扯。你看他和他30年的生活环境，
他以前的邻居、他以前的朋友、以前的生活全部要切割。你只有这样子切分开了，然后你出去，我重新挺起胸膛做人。以后他有啥，我有啥，咱们都两清。我可能想法还不一样。您来，就是大家可能都觉得他想跟过去完全切割掉啊，但是我认为他想要这个土地，一方面是争口气，第二方面是我要跟这个村子保持一个联系。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又好了，我得让你们看到。我觉得这个对于他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争口气，对，因为他一定承载了或者听到了声音说，你自己走了肯定会过得很差，或者说离开了这个村儿，你肯定不行。因为每个人的过去都只能靠自己未来更好的自己去治愈你的过去，其他人都治愈不了。想问一下子君老师哈，就是他提出要回01的开始就开始焦虑，甚至开始以泪洗面，所以他这种心态是不是真的是30年的创伤，或者说是一种阴影给他造成的呢？什么叫创伤？就创伤就是一旦有一个场景，它会激惹起你的负面情绪，发作。对，应激。创伤后应激障碍啊，就是他再回到那个场景下，他没有办法平复，他过去创伤的经历全部又重新涌现。你会发现，当户主这件事儿对于他是有象征意义的。第一个，我的人生我做主，对吧？我要当户主。第二个，他当我的户主是我给他的权利，而现在我不给他这个权利了。但是你名义上还是我的户主，对不起，我不同意，这个权利我不给你，所以他是心理上就是真的不愿意再交付任何的自己的权利给别人。好，那在这里面我真的有点想建议他专业的心理上的这种咨询和支持，帮一下他。我想问一下各位啊，就是情绪失控的时候会怎么缓解呢？我一般会调整一下呼吸节奏来稳定情绪。我看过电视剧里经常会有人用纸袋来缓解，那这个实用吗？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这种方式。哎，这样了，我来问一下美团买药的小团健康管家，纸袋呼吸法人人适用吗？好，你看他的回答是：纸袋呼吸法并非人人适用，呼吸急促可能因为焦虑，也可能是由哮喘、肺栓塞、心脏病等引起。误用纸袋呼吸呢，会因为降低吸入氧气而掩盖病情，甚至延误治疗。出现身体不适时呢，应该停止活动，端坐，缓慢呼吸。胸痛或意识模糊呢，就应该立即就医。倪萍老师，我看你就是看完这一段一直都非常非常的沉默，若有所思。我觉得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我们都不是房主任，问题就在这儿。房主任是个极度聪明的人，老天爷在拯救他的善良和智慧。你看，让他从那个环境当中，真叫摇身一变，成为他现在是最受欢迎的脱口秀之一吧？当然没有你们家小鹿受欢迎啊。没有，都很受欢迎，都很厉害。对，我就开玩笑。但是我想，方主任是幸运的，还走出来了。还有多少跟他拥抱的那些人，对，还没有走出来。我觉得这是让我喘不动气儿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这样看来，就是经济独立是不是女性考虑离婚时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对于他来说，当年真正能够离婚就是经济独立，而且这个经济独立不是简单的挣了一份钱，是的确跟村里没有关系的。他不是为了钱，他这事儿真不是为了钱。当然，经济是必须要考虑的，倒不至于是说，哎，我现在有没有这个钱，有没有这个实力去离婚？实际上指的是我能不能从头来过，是这个实力有没有？这分两类人，其实有经济实力的人，就说不是因为这个。你像一个农村妇女，她要是连住的地儿都没有，出来也不可能，离婚也不可能，就在那苟且的活着。是。所以当时倪萍老师注意到那点，她抱着她姐妹哭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姐妹也是很多人的一个缩影，可能就是5年前的房主任。对。
所以我们没有受过房主任那些苦。我现在这样说呢，他也不一定能听进去，但我也特别想告诉房妹妹，你净身出户没有啊？我觉得你带走了2个最宝贝的女儿，老天给了你一个重新走向另一条大路的机会，放下。我看我们聊这个话题的时候，世民哥一直在喝水，终究这个话题还是要落到他头上。我只是口渴，技术战术性的喝水。好，如果走到要讨论离婚这一步，然后你觉得净身出户的会是你还是颖颖呢？我肯定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大男主义啊。我说作为一个男人，你既然要分开，那肯定我会把我肯定会净身的。世民，你现在不能净身，你不能净身，你们俩还有债呢。啊，不。好了，那我们来看看房主任这一段有一些什么热聊词，我相信应该会很多。我想聊第一个，离婚后是否要为争气而为难自己？为啥呢？因为很多事情啊，是由很多实际的事情形成了你那个虚无的东西。你要是开始就抓住虚无的东西，你就是让自己活得不舒服。你看30年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真的看到了自己，甚至你做到了自己健康快乐的成为大众喜欢的那个脱口秀明星，然后2个女儿和你生活在一起，没有过去的阴影了，真不是为别人看的，是你找回来30年，这才叫报仇，而不是说我要什么，我要这个村里，我要那个，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没有我就不行了。但是能理解房主任受的那个苦，我们都没有资格在这说。你放下痛苦，对，我都不敢说这样的话，但是我还是想说，你知道吧？哎呀，我都不知道，我只要早这样，我早上他村里去解决这些问题了。好了，不管怎么样吧，其实，房主任如果有时间的话，其实还是可以寻求一些专业的心理的辅导跟咨询哈，也真正希望他心理或者说状态上能像带给我们的段子一样那么轻松，好不好？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笑出声来啊！好的，同时呢，我们也联动了微博，同步发起了即时议题投票的活动。打开微博搜索“姐姐当家2全民观察团”这个话题活动，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投票，尽情的表达你对这些话题的态度。上微博一起当家，一起聊。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第2段，莹莹的。加油！这表情，这表情来了。